欢迎来到陪你看日落，我是黄兰，我是李承顺，又可以跟李老师一块追剧了。对，好好看啊，是吧？是的，是的。我虽然是做电视剧的制片人，但我觉得这个比我们电视剧的剧情好像更精彩，而且它全都不是设计好的。所以我就喜欢，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放这个环境，几个简单的规则和框架，然后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期待后面哪一对的进展？目前从第3集看，我是蛮喜欢罗非和赵磊的。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相处的感觉是有点舒服，虽然时间那么短，但看的人都有一种治愈的一个感觉。另外，我就是想看看 Joe 回去以后还要怎么解释一下，因为他们2个爱人之间是已经有彼此的点对点过。爱人接受了艺人的约会，果然不成功，回来他在想另外一个爱人过得好不好呢？是。对，如果他过得不好，他会更内疚啊。对，目前这2对我蛮好奇的。男嘉宾们，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好 ，Hello， 好 ，Hello，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来新人了。你好。哦，你好。小伙子真帅啊！不管是身材，不管是相貌，硬朗，就有男人的味道。他是个危险人物啊，对我来说。Ken 好像是很直白地表达了一些压力。而且可能跟 Ken 原来是运动员有关系，就是他可能对肌肉特别敏感啊，你觉得跟自己冲撞的是最多的，对，他去拿东西去啊？没有，就新嘉宾拿就好了嘛，我们就不用拿。哇，就还蛮坏的，新嘉宾拿。超级爱人还是嘴是蛮毒的。对，超级爱人。来，木木你是哪里人？我浙江温州。哦，温州人。对。你发现旧话还很挺多哦。他对于女生是很爱的，但男生还是因为今天吹了风以后，他也放飞了，对的，已经不爱了，吹成一了。哦，不用那么多人啊。行，你回去吧。快，走了。哇，就男人无聊起来跟小孩一样。哪几张？我先选一下我们2个的。罗非跟我的照片真的，这张我也很喜欢。哦，罗非和赵磊稳了。哎，你发现2个人的身体语言是不能骗人的。原来只是庆祝胜利，现在是自然而然搂住，一点不尴尬。看的细节是赵磊是更主动性的那一个，然后罗非是OK， 他是真的了。真的了。你介绍一下自己呗。我叫林健，然后大家可以叫我木木。今天来的比较晚，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关照啊。我看你很健身。我没健身。就这样还不健身吗？那你的身材是怎么保养？就是怎么变成这样有型、肌肉感？我小时候是游泳运动员，6岁开始学游泳。哦，那厉害，那怪不得。如果这样的肌肉，6岁练游泳，但是好几年不健身，他能维持住吗？游泳的运动选手是基础的这个肩宽和这一些是会有的，对。但是如果你不运动的话，肌肉是会很快速的就掉了。我觉得要么他还是在管吃的，肯定没有以前的那么健身，但肯定也是在运动的。所以他要说没有健身，我这几年没健身，就会觉得他有点绿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男生就是会这么做，明明在运动，他说我就没有在运动。只要没有怎么样，我天然就是这样。对。幸亏他来晚。刚开始接触到健身房。我如果再约他人，你会不高兴吗？我帮你拍照，拍的随便看就没见。好像所有的男生当中 ，Ken 是最明显的表达了有危机感。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哎，你不要忘了，他们2个是游泳过的。那个女生爱游泳，小时候特别喜欢游泳。小时候是游泳运动员。他感觉到自己的女朋友很喜欢的那款来喽，在努力擦血了。对呀。
我觉得他处理的挺好的，他把他的这个危机感表达的很好，而且用这种开玩笑的，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足够了解了马晴的性格，然后他这么做，我又是喜欢你，如果他来了，我给你拍照片拍得很丑，就是有一种我嫉妒。就像适当的醋意会不会更多的激起爱情的感觉？是的。我们不是今天晚上有个事情啊？什么事情？他到底是睡车里还是？刘飞变幽默了。没有了，那你就跟我吧。他们两个住在一起。我是认为，就是我跟他同房嘛，自然的就能更多的去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哎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敌人放在附近，我身边，我更好的掌握情况。对对对。那肯定是给王老师啊。对啊，我喜欢王老师。我觉得他还是很在他的世界里头，他已经满脑子已经想象过一切了。而且他们两个是回校园嘛，因为王老师就是那种从小读书好，然后又会跳舞什么，就是人群中很闪光的那一个。然后他也反复说过你是最闪光的。然后呢，徐工他会说，哎呀，就像我这样的男生，可能就是你是看不上的。所以他是一个没有那么自信的人。那现在突然得到了一个校花的喜欢，他就上头了。就可能会收到刘梅的吧。如果两个的话，有刘梅还有李李；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只有刘梅了。哦，那个他拒绝的李李不会再给他了。我猜应该是没给我的，可能是因为昨天我们一起去练舞啊，去排舞，可能是他也想鼓励我吧，就好像我有突破自己，有勇敢的去做一件事这样。还是没有。每天都在变呀，就我以为锁了的，就今天看起来好像就挺抓马的。他其实想说的是，我跟舅在一起跳了一天舞，他今天居然没有选我。他其实难过的是这个。是的，他回答过，我觉得他也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第二天这个瓶子他会有一种失落感，我相信。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刘梅她是不敢就是触碰到自己最脆弱的点，所以她就会把话都说得很远。它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方式。他太想藏住那个，我觉得我还是那个失败的人，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你更难了解他。如果他这样说，肯定会有更多的面子的一个部分。但我发现你录节目倒是不怕，我是不怕的。但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长时间，我也找到我自己的一个性格和一个做法。我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但经历了一些人生和工作的这些情况，我重新在工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我舒适的一个方式。你觉得是人生哪个阶段？我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工作了，就在家里就是一直当一个全职爸爸。虽然带孩子也是蛮开心的，但时间久了，当然就会有一种无力感。那这个时间有多长啊？差不多有5年吧。然后重新工作的时候是披荆斩棘。我特别不想去，我没自信，我已经很久没站过舞台，然后最后我老婆就说服我，团队的都说服我。我决定要去的时候，我们公司团队就找了一个那种宣传的人说，哎呦，你要怎么，我当时是特别抓狂的，我说我不要，你如果要我去，你让我就做好我自己，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我就去了，我敢说，有一些人会喜欢我，有一些人会不喜欢我接受这个，我无法来控制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就是没有一个觉得这个是一个太有负担和太必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人很多时候要经历失去才知道要什么。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觉得好像挫折也不可怕哈。是。现在回过头想，就觉得还好遇到了这些事情，就反而是帮我找到我自己了。对，其实这些话就要送给那个还没有完全做自己的刘梅。哇，
哇，对特种兵有什么看法？直接把情敌写出来了。这个漂亮瓶肯定是看写的，他可能对于新出现的男嘉宾感觉到有一定的挑战，还是很开心的吧？是李李，另外一个梦晴，他真的给新男嘉宾哎。哦，是吗？我们还想锁死他们，他已经变心了。哦，所以看歌的敏感是对的。你看他猜对了。就你真的在乎一个人，其实他变心你是会发现的。哦，他喜欢吊着人呢，就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吗？我这样好累啊！而且他如果这样的情况，我投了这个木木，然后我收到了这个，他会不会有一种哎呀，还是他会觉得这个是很好奇心里的 OS 是什么？哦，我如果再约他人，你会不高兴吗？哦，他确认过他要这么玩的，他也没有隐藏。他可能就是想要你说了不会，那我想看看，我就是要挑战。对。OK。哇，真的好舒服啊！哇哦，你喜欢的心灵相通的这一对。很好，而且他也给满这个情绪价值，对。哇，好难过。其实刘梅根本是拿酒打岔的，她其实还是喜欢罗非。你看她的关注点都在他们身上。你们出去吗？出去，我们马上出去。我们俩都按。我们跟 Joe 和不，我们俩要单独。罗非说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吧，可以吗？也行啊，也行。你们2个是吗？不，我们不想。哦，你们2个单独，那我们俩单独去。要求有点不一样的啊。对呀，他们说我们刺激了，看到我们单独按摩呀，主要是这个。我拒绝辣眼睛。他说他辣眼睛，哦，他真的难过了。黛玉就是说你在众人面前，如果2个人非常亲密的话，那其他人会怎么想？我觉得他的辣眼睛就是故意让罗非听一下，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想表达我不高兴，你那个。那你说同样是吃醋 ，Ken 好像吃醋的就比较自然。对。然后他还我吃醋，但我也允许你再出去找别人。这边是吃醋，我就再也不想看了，然后我就会批判你们的行为，叫做辣眼睛。所以他其实是在用这种回避的方式，隐形的在攻击对方。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内心的那种自卑、受伤的那种感觉，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的。是容易流出来，给大家还是有负担的。对，那我觉得刘梅是走了心了，走了心了以后，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爱他？他不给我回应的爱呢，难受呢，还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我好失败？他现在是什么都没得到吗？就跟这个出去了，就发现这个也没有给他，酒也没有给他瓶子，你突然他那么好了，那我呢？我不爽。所以这个时候他表现出这样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也使得其他的男嘉宾也不会喜欢你。对，来。OK， 我的妈呀！你看我还是今天可以，我还比较体贴吧？可以，对，特别好。不然昨天我那个，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再给你擦鞋了。OK， 我明白。看说不背你，我又得洗鞋了，不仅是擦。就我原来拍过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也是马伊琍也指着我这个鞋小羊皮的那个底不能沾水，然后就突然看到了这种小小的撒娇。那小小的撒娇就在于旁边有没有个人接你。是的。如果有人接你，他就觉得是一种可爱；没有人接你，就会觉得好矫情啊。你怎么这么矫情？对。他开车，坐后面要休息。哎，我不能坐这里。可以，坐前面也可以，坐前面也可以。你坐前面，我坐后面，我们俩就坐一车嘛。OK。他有点推他，你发现没有？我要是 Ken 哥的我的性格我不会这么处理。如果他刚好自己开了车，我不能坐前面，我就对啊，往后面来。一开始是李李想了解一下当兵的一些经过，但反而后来是猛禽坐在我的副驾驶位。
为什么还非要把他？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套路了，可能要用上一些《孙子兵法》啊，要有一些欲擒故纵啊，倒不如说让他们去接触，发现彼此的缺点。哦，这很有自信的哦。我想到以前我们班主任就说，少男少女不要谈恋爱，影响学习。但是如果你们想谈恋爱，我就让你们做同桌，很快你们就不爱了。哎，所以你之前毕业以后做过啥？我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哦。Ken 哥有点找虐，他过度想要做一个更大度的一个人，他有点装了，那他肯定马上就装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温州不是都是家里面做生意的嘛？好像就做生意前你要历练。后面的人就是他们坐在后面，但是耳朵都在前面的，耳朵那么大。你是江浙沪独生子，我是独生女。啊，独生女。对。我们小时候其实有那种磁带，还有那种什么懒懒洋洋大步飘扬。对呀。有点肉麻，一般爱情片就是一起回忆童年就可以了。但我觉得马青也有点厉害，很厉害。他你给我这个空间好，那我继续看。他根本不 care 你坐在后面。哎呀，我都不行，我困了。休息一下。你睡一会儿吧。谁跟谁都还没有搞明白。照顾一下发型啊，这样睡着了不会太难看。可是没人看你啊。但是新来的男嘉宾，他知道马琴喜欢他，他喜欢王老师，王老师没有投给他。等一下，你再说一遍。新来的男嘉宾，他投给了王老师，我写给了王艳，但是王老师没有投给他嘛。我其实对新嘉宾没有兴趣，但是 Ken 哥又是跟他一个房间。Ken 哥好几次表示马琴会喜欢你哦。这一对 CP 坐在他车里，兄弟的女人还有点对他有好感，他好难哦，回去还要再睡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 Ken 哥的教这个《孙子兵法》，他可能本来他们就没什么事儿，他就非要把他们推着推着，真的好了怎么办呢？对。我先上个洗手间。我也要去趟洗手间。哇，这4个人怎么做呢？这个三角恋。对。哎呀，这个相机纯粹就是一个配饰，你知道吗？还有那个相机试探女人的反应。你们怎么选位置？哦，马琴先坐下了，他留了2个空，他坐中间。他就是很会，他就是喜欢这个。喜欢公主总是有很多歧视的。我看木木他们坐在那儿，我去了之后就顺次坐到了那个位置。他们在讨论那个用做什么项目。李李也是内心强大的。对，李李是最可怜的，在Ken和马青的搏斗当中。这是我俩儿子们。哎呦，好潮！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买的。哦，哎，你看他坏的，他直接把孩子的照片给丽丽看，哎，他想拿一个很打开的话题去吸引住丽丽，然后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吸引马琴。哦，我觉得丽丽和刚子现在彼此都知道，都是对方的工具人。对的。你看我这个封面是这样的，跟孩子的4岁的样子。哦。当时见了那个卡片的时候，2个好大儿。我那卡片在哪儿呢？没有啊。卡片在我房间呀。卡片在我房间呀。他成功的吸引了女生。孙子兵法。但是关键你的卡片为什么在他手上？不知道啊。他都暗恋我。暗恋你，嗲不死你。刚子心想，我还是那个能够让你笑的男人。他是真的想按摩。对，他是来的好累了。昨天拿了很多超市的东西，好累。无意参加他们的战争，马琴就算是跟他有一点互动，但是没有聊到点上。对。你小时候是有什么？我就蛙泳。我什么都有啊。你拿了很多什么奖牌还是什么？对。哇！全市、全省、全国就拿过第3。
全国第3。对，小时候呢，小时候。那我什么时候跟你游过泳？你让我个2圈。眼睛在手机上，耳朵还在那边。隔离霜是什么？他这个《孙子兵法》他心已经乱了，提了这么无聊的话题给丽丽。戴耳朵。整个人非常开心呀，大家也是讲讲过往，分享美妆，就很开心。真的开心吗？那张脸可不快乐，越看越好看，对不对？我太美了。因为现在男生会给女生拍照片，这绝对是一个谈恋爱的必须的硬条件。我常常会听到朋友老师，你帮我拍一张，拍，然后说常常你说你拍的是什么呀？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美。对，但是我老婆会常常嫌弃我拍的量太多，她就觉得我每一次让你拍的这种50多张照片，我要这些删掉，这些多好呢？那你为什么要拍50多张？我是觉得宁可多拍，他又不是胶卷，你选啊。万一我拍的你不满意，我只拍了5张，然后5张你都不满意，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哒各种不同的，然后你选。听起来你们的模式也有一点像女生主动提需求，然后男生努力去配合的。对，也有一点像，但也不全部。我觉得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些开玩笑的方式是有很多。感觉我们是有更多的，有一些话就不用说，有默契的那种，像赵雷和罗非的那种感觉，心灵相通。对。很想跟刘梅说，我说没有人可以定义我们的人生是成功和失败，就连我们的父母也不可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否定自己。希望他做一朵勇敢的玫瑰，挺好的。而在他身上也看到一部分的自己，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的缩影。就是我们太想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其实本质上我们很多时候不自信。所以我想跟他说，其实那个勇敢在于能够展现脆弱，然后拥抱那个自卑的自己。我写的是 To Joe。他好喜欢 Joe 啊！本来想着要不要写给 Ken， 我说你确定你懂孙子兵法吗？但我还是写给了 Joe， 然后就玩笑的就说，你在日落下，你还考虑下次还会跳舞吗？开玩笑 ，Wish you the best， Thank you for sharing， 就是感谢你们的分享，感谢每一位嘉宾。虽然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比较勇敢的，要面对大家的看法。作为50+ 的这个谈恋爱的一种节目，我觉得能看到他们的更大的一个整体是比较坦然和比较能够做自己的部分是比年轻的会多一些。对，就是50岁做自己刚刚好，50岁谈恋爱刚刚好。对的。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周1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你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来是吗？我是落跑的公主。这我们拿一个甜点给你。谢谢。李李，什么情况？就我们在外面都很惦记你啊。对，谢谢。真的是。我叫林健，然后大家可以叫我木木，然后今年46岁。我是你的半个老乡，我是杭州人。愿我们都能快乐每一天。我觉得我的那个输出就得到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是徐工的，意料之中吧。腾
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